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免费制作盆栽土。盆栽土跟一般菜地的土壤不一样，盆栽土的要求很多，必须要排水好，空气容易流通，植物的根才不会缺氧或者是烂根。另外，盆栽土空隙要大，植物的根才可以伸展。盆栽的保水保肥也很重要，所以要符合以上所有的条件，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买外面现有的盆栽土。你也可以自己买各式土壤，自己调配。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废物利用，免费制作盆栽土。要准备的材料有：一、原来的旧土，你可以用菜地里或者是原本盆栽的旧土，但是一定要晒太阳晒几天，把这些旧土消毒杀菌一下再使用。二、河沙，一般植物都喜欢带有沙性的土壤，因为排水好，空气容易流通，让植物的根系可以健康的发展。因为我家小孩小时候玩沙的时候有买这种旧沙子，这种沙子很干净，虽然有点细，但跟旧土混合还是可以的，所以我就废物利用，直接拿来用。你也可以直接去河边或者是装修的地方装一袋河沙回来，千万不要用海沙，因为海沙的盐分过高，对植物不好。沙子能很好的改善土壤的结构跟土质，让它变得疏松，不容易板结。蛋壳粉有助于土壤的透气，能够让土质更疏松，而且蛋壳粉里面含有丰富的养分，尤其是磷跟钙，对花卉结果的植物还有根茎类植物，例如姜、萝卜、马铃薯这种，蛋壳都可以提供它们这些养分。蛋壳粉还可以增强抗病能力，例如盆栽的西红柿，如果用了蛋壳粉之后，可以降低落蕾、根茎腐烂这种风险，而且可以减少病虫害。蛋壳粉的制作很简单，就是把晒好以后的鸡蛋壳弄碎，因为碾碎的鸡蛋壳更容易分解，而且更容易被植物的根系吸收，提高利用率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的盆栽土是要用来种蓝莓、草莓之类的，就不要加蛋壳肥，因为蛋壳肥会抑制酸性，对喜欢酸性的植物不太好。草木灰对花卉结果的植物还有根茎类植物都很有帮助，因为草木灰提供它们需要的钾元素，而且对防虫也起到很好的作用。但是如果你是要种酸性的植物，例如蓝莓、草莓、梅子之类的，就不要加草木灰哦，因为草木灰是属于碱性，而蓝莓这些植物喜欢酸，加草木灰对它们不好。厨余，如果大家看过我用塑胶桶堆肥那个影片，就知道这些厨余其实在2个星期就可以完全分解，成为非常有营养的土壤，所以我会准备厨余放在盆栽的下面，等小苗长大，根系伸展到下面的时候，这些厨余就是很好的底肥，而且不会烧根。落叶，如果你的盆栽是要用来种青菜的，那对氮肥的需求就比较高，可以准备咖啡渣，因为咖啡渣提供了叶菜类植物需要比较高的氮肥。好了，现在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配置盆栽土。首先，先把晒好的旧土、沙子、蛋壳粉以3:2:1的比例混合均匀。如果你是像我准备拿来种根茎类的植物或者是结果实的植物，那你可以像我一样加一些草木灰。如果你是要种叶菜类植物，你就可以加一些咖啡渣。如果你是准备移栽比较大的苗，根系已经长得很健壮，那你可以加一些鸡粪这种有机肥，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，然后把它们充分混合。准备几个盆栽，放上一层落叶，然后放上厨余，放上一些旧土，然后就可以把刚才混合好的新土倒上去，这样基本的盆栽土就完成咯。这样的盆栽排水性好，所以如果下雨或者是浇水，下面的孔就会排出一些水，因为我们加了厨余，所以这些水呢算是肥水的一种。你可以在下面放一个桶子接水，以后用。也可以直接把盆栽放在果树旁边或者是菜地旁边，帮忙菜地施肥水，算是一举两得吧。
通常盆栽土的追肥很重要，我会建议在开始种植之后的1个月开始，最起码每2个星期可以加一次稀释后的酵素水。我是自己制作这种环保酵素水的，如果你也想试试看，你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哦。我喜欢用自然的方式种菜，将很多日常的厨余变成有用的肥料，最终回到自己的菜园里滋润新的植物，对我们的地球跟整个环境都是有利无害的。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记得点赞或者是关注我哦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